那支影片我提到自己试过很多副业加薪的方法，什么兼职、接案、家教我都做过，但后来也发现，真正帮我实现每个月多赚几千甚至几万的方式，不是靠加班，也不是靠多接几份工作，而是靠投资。可是我有时候也会犹豫，像我这样靠投资慢慢加薪的操作，到底值不值得分享？毕竟现在网络上太多惊人的案例了嘛，一笔单挣10万，一个月翻倍，这种案例太多了。就连我身边也真的有人靠某个操作半年赚了50万，所以我知道对某些人来说，一个月多赚3万根本没什么，甚至也会觉得哇，这小意思，赚太慢了吧。我后来想想，我觉得我的方法还是可以分享出来，原因是这虽然不是赚最多最快的方法，但它是一个风险相对可控、逻辑简单而且可以复制的方式。那我也不是什么神级操盘手嘛，也不指望靠投资暴富，我更在意的是一个方式能不能让我在不兼差、不改变生活的前提下，每个月默默的多赚一点点。所以今天这支影片不是要卖梦，也不是要炫耀绩效，就是想透过这几年的实际经验，分享一种真实存在、一般人也有机会做到的方式，顺便聊聊我最近几笔操作的过程，还有它背后的逻辑。如果你也想要每个月多赚一点点，或许不一定要兼差，也不一定要加班，可能靠投资默默帮自己加薪哦。影片开头，我们先来听一个简单的小故事，就能更好的理解这个策略背后的逻辑。小美是一个喜欢买包包的女生。有一天，她经过一家百货公司的橱窗时，看到一个限量的精品包，顿时眼前一亮，想说：哇，这包好漂亮，我要买了。于是，小美走进店里，指着那颗包说：请问那个多少钱？店员笑着回答：小姐，你真有眼光，这款限量包昨天才刚上架，原价15万元，但因为这周是试卖，所以目前特价10万，不过因为数量很少，过几天可能就会调回原价咯。小美听完有一点犹豫，虽然真的很喜欢，但似乎有点超出预算，而且这个月卡里的额度好像不太够了，也怕自己一时冲动买了会后悔。于是小美小声的问店员：那可以先帮我保留吗？店员说：可以哦，我们这边有一个保留方案，只要你先付3000元，我们就帮你保留这个价格1个月。这段时间你想买，随时可以用特价版入手。而如果最后不买的话，3000就当做保留费。小美想了一想，决定还是先付3000好了。她心想，就当买个安心好了。如果涨回去或卖光了，我一定会后悔莫及。于是最后，小美就以3000元的价格买下了一个可以以10万元买限量包的权利。OK， 看完以上故事，熟悉我的观众可能已经感觉到了，没错，这其实就是我在操作选择权背后的逻辑，也是我每个月帮自己加薪的方式之一。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想，哦，就这样，这逻辑听起来好像不难可是应用在股市里要怎么做呢？真的能赚钱吗？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分享几个我这几月实际操作的案例，让你真实的看看这种策略到底能不能赚钱，它的优点在哪，又伴随哪些风险呢？首先，这是我5月到7月已实现的美股选择权收入，基本每个月都可以有一点收入进账。那我以第一笔举例好了，这一单是在5月左右获利了结的，花的本金这里也秀出来了嘛，大概3000多美金，然后获利是1000多，换算台币大概3万左右。那你说这金额算多吗？其实应该也不算，因为毕竟你我身边应该都更多神人可以赚更多。但我觉得这个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它比较稳定，而且是可以复制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掌握了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有机会让账户每个月产生现金流，而不是像以前买股都要等到股价上涨或配息才能有收入。所以这种方式对我来说算是一种比较主动的投资方式。那看完对账单，你应该可以暂时相信这样的操作是能赚钱的。那可能有人会想，哦，这听起来还不错可是怎么好像以前没听过？这在台湾是合法的吗？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当然是啊，非法的我还敢在这里分享吗？所以让我们回到开头小美买精品包的故事，来拆解这当中的逻辑怎么运用在股市吧。故事里的小美想要买一颗精品包，但现在钱又不够，或者是现在不买以后可能会涨，所以她花了3000元跟店员买了一个保留权，可以锁住包包的价格。如果未来这个包包的价格上涨，小美手上的这个权利就会变得很值钱。但如果包包价格没涨，甚至还下跌，那小美最多也只会损失这个3000元。那可能有些人发现一些秘密了，是的，这样的机制
质，其实就是选择权最迷人的地方，风险有限，但它的获利却是开放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买进的那一刻，已经知道自己会损失多少，而不是像有一些高风险投资一样，一亏就是几十万，或甚至超过你投入的本金。得到选择权，相反的，如果行情真的如预期般上涨，那手上这张权利就会变得很值钱，甚至可能远远超过我们投入的成本。所以这样一个风险有限，但获利却无限的方式，我自己是蛮喜欢的。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种方式跟我原本的存股策略不会有冲突。那有些人可能跟我一样相信长期持有、逢低加码那套投资方式，但其实经历几次涨跌以后，你应该也会发现，市场上上涨的时间比下跌的时间多蛮多的。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都只等待低点才买进，那很多时候资金不就都闲置在那里了吗？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在上涨期间透过选择权这种机制，把资金做一点灵活的运用，不但不会影响原本的长期投资，反而能填补等低点的空窗期，为我们创造新的收入来源。那有些人可能会想说，这种策略是不是要比较大的本金？其实也不用，从我分享的对账单，你应该也能看出来，选择权需要的资金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不需要几十万、几百万。而且我老实说，就算资金比较少，也有机会创造很不错的报酬，因为它不一定是投越多就赚越多。就像我另外一笔投的更多，但赚的更少。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在策略是否正确。不过最后我还是想再次强调，今天分享这些不是想告诉你选择权超猛，买了人人都能发大财，不是，而是希望你知道，就算不是专业投资人，也真的有一种相对稳健、风险有限的方式，可以每个月帮自己多赚个几千甚至几万元的收入。而这个目标不是只有靠慢慢存股，然后等领配息才能做到的。总结今天的影片，分享了我在选择权世界中的获利逻辑，也聊到了它的优势以及对应的风险，主要是想提供给那些希望在股市主动帮自己加薪的人一个新的参考方向。当然啦，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内容，其实也完全不用急着接受，多听多观察，慢慢了解，知道有这样的工具存在，本身就是投资路上的一种收获了，对吧？那影片最后我也想说一点心里话，其实我真的犹豫过要不要拍这支影片，因为讲到这种主题，好像就会被期待一定要贴对账单，但贴了就会有人觉得我在炫耀，不贴有人又说没图没真相，所以真的是有点两难。而且老实说，我觉得对账单这种东西本来就可以选择性曝光，赚钱就贴，亏钱就不要贴。就像有时候我们听了某个人的分析去买了某只股票，结果最后亏钱了，那个人却说我早就卖掉了，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这样贴真的能代表什么吗？我们可以在心里打一个问号。不过我也理解有些观众就是希望看到真实的数据帮自己判断，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法本身的逻辑是否清楚，自己能不能吸收理解，那风险是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操作是不是可以复制，毕竟这些才是决定自己能不能长期获利的关键因素。不过还是那句老话，每个人适合的投资方式不同，如果你也喜欢这类比较有原则可以实际复制的内容，欢迎按赞订阅。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也可以到下方资讯栏预约我的对谈，或者领取我的电子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